你啥意思啊？你啥意思啊？别！车子来了，你不让着我们，你超车，哎呀，还有理啊？这两个都是军人，我跟你把你，扒了你告死！打112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今天是 G318骑行川藏线的第11天。今天我们要从左贡田妥前往下一个点邦达，至于后面的行程怎么安排，我们到邦达再说。大家听到我的声音，也感觉到我的喉咙还没有好。原本想说边吃早餐边做开场的，结果没想到整条街都找不到有开门的店，也没关系。今天路线暂时没有要爬山，所以我们就慢慢的看一下下一个村落有没有卖吃的咯。今天早上学乖了，学会耍废。现在时间7点18分，大家看到现在虽然日出了，但是阳光还没有直射下来。现在的气温还是零下3、4度的，超级冷。之前就是太积极了，早上6点就出发，冷，进度没推多少。这次的 G318真的把我搞到精疲力竭，所以我们就奉行日出不一定要做，还没日落就可以休息，不然真的太操太累，顶不住啊。开始的第一步真的，不太想上车啊。话讲完，灯就开了。早餐有吗？有。米线不加辣，然后分量一般就好。好了，又回到今天住宿的地方，吃了一顿早餐，对吗？你看人家早餐店都7点多才开门，我为什么要6点多就出门呢？吃完早餐，现在时间8点，刚吃了一碗米线跟豆浆，豆浆都是热的啦，在这种高原天气下，不会像台湾一样有卖冰的。没想到这碎肉里面的一点点辣，刚好就是我能够接受的上限，然后分量减半，也刚好是我肚子的上限哦。我不知道他们整份为什么都要弄得这么大，但是当地人好像都吃得完哦，超扯！就准备出发，前往下一个邦达。其实我刚刚在做作业遇到了很多难题，首先就是沿途一路到林芝600公里，好多个山峰之外的林芝才有网咖。第二个就是路线不上不下的，其实今天只要骑60公里到邦达就好了。如果穿越邦达之后，就要再爬一个海拔4650的叶拉山。爬完之后虽然是下坡的怒江72拐，但是一定要飞空拍机。另外就是下坡到怒江大桥之后，我不确定那边有没有住宿。如果要再骑到巴宿，再40公里的环上坡，那就真的太远太超了。接下来的几天都有这种不上不下的问题。之前在日本旅行遇到不上不下的情况，我都是直接骑远一点，但是在西藏 G318一大堆山起伏的情况下，不是说你想快就快的。我途中有好几天都想骑长一点，但是身体根本撑不住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出发，边骑边看再说咯。 Go Go！ 这才对嘛！出发吃完早餐之后就可以淋到阳光，不要看现在大太阳好天气，我现在甚至想要把我那件雨衣给穿上去，超冷。这个轨迹只有一条。 在我前面还有脚踏车经过。今天一样沿着一渠河流缓上缓下坡，早上甚至还有一点顺风，非常的舒服惬意。都忘了原来骑平地是这样的感觉。旅行本来就不是比赛，这种基调更有单车公路旅游的感觉。只是川藏线一直以来的险峻地形落差掩盖住这一种基调。相较于等等怒江的急流混浊，玉曲算是比较清澈的。我猜居民大概也是以放牧重青稞为主。 大巴也会顺道运送一些居民的货物，在平静之中发发呆，在黄土上感受高原的浩瀚，以及置身在其中旅行者的渺小。想象世界上还有多少没看过的景观可以探索。这几集话就讲的比较少了，因为喉咙真的感觉跟裂开一样。 但今天的路线前往邦达镇的这一段路真的很舒服。到邦达镇前完全没有大山，你的心理压力就减轻很多。沿途都是看得到顶的上上下下。沿着玉曲每3到5公里会有一个小村庄，可以欣赏一下藏族传统文化。只要有小朋友看到我骑过去，都会大声的说“扎西德勒”。 有旅途平安，你好的意思。稍微可惜的是 ，G318有别于四川很好的路况。 进入西藏之后，其实都是这种坑坑洞洞的，就算是平地你也骑不怪。至少这一段路不是爬坡，所以还有余力举起相机讲讲话、拍拍照。如果是爬坡，真的只能完全靠360相机了。前面几天满脑子都是山脉、行程规划、进度压力，上半天暂时还没有坡要爬，拍到的景色也逐渐开始重复，思绪逐渐可以从单车跟拍片上面抽离，脑袋终于可以放空胡思乱想了。4月的新动画堆积如山还没有看，国际上又有哪些新闻？等一下中午能不能换个口味找到西餐？如果去更新手游，会不会耗尽我的手机流量？
放下目标大挑战，其实我们都是平凡的一般人，会懒惰，会挑食，会犯错，这些情绪交杂在一起，旅途才有不同的色调与滋味。沿着这条玉区起起伏伏，上上下下，上午还没有这么大的逆风阻挠，所以你真的就是下坡溜，上坡大概踩到快没力想休息的时候就要下坡了，舒服到我都不想停下来飞空拍机或拍照了，就想一直这样子边骑边拍。飞一次空拍机，准备起飞、拍照、收工，大概也要20分钟，其实蛮影响骑车节奏的。今天的坡度情况就比较是能够骑车的状态。就是你会有前进的感觉，难得可以向前推进里程的机会，就不想被空拍机耽误到啦。都忘了这边海拔4063，一个多余的动作都不能有。出来旅行很多事情要做，你会跟丢很多时事的东西。刚刚也是打开 YouTube 回网友的留言，结果突然看到什么森雅露露卡的变身动画竟然出来了啊！忍不住看了10次。如果刚刚没有一念之间停下来吃东西，现在我们人已经在13公里外的邦达镇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出发 ，Go Go！加油！还是一定要到8宿才有？山下有一个同泥村，是在半山腰还是下到底了？还没下到底，还没下到底，到下2/3啊，就是把那个 S 路差不多下完了，过了陆江大桥就长上坡，就缓上坡，很缓上坡，路很慢。你们今天到哪里？我们今天慢慢走吧，本来说到左贡了，但现在应该到不了了，搞不好下午刮顺风，说不定。现在逆风，冷的一逼，我们都快完了。我们环中国的啊，骑多久了？都快完了，2年多。吃个饭再爬坡。对，多吃一点。好。碳水多搞一点。对。把快乐水搞定。对。因为这高海拔地方骑，有的人他喝那个葡萄糖液，对，喝雪碧比喝矿泉水有用。好的，谢谢大哥。好的，加油。好。也饮水风。一路上也真的非常佩服这些环华、全身大包小包的大哥们。每次有人问我说到哪里，我说到拉萨，他们都说怎么不去新疆？因为骑在这条路上，环华才是常态啊。靠！干，你还真的咬啊！咬我包包嘞！怎么骑到一半想说速度被拖下来，老师破洞了。抵达邦达镇，在后面的清真餐馆吃了一个牛肉面。我觉得在川藏线吃饭不外乎就是川菜辣味，另外一种就是清真，感觉2种是不同的派系。清真只要你说不加辣椒，或者说好像原本就没有加辣椒，吃起来是蛮清爽，不会踩雷的类别。原本想说利用中午吃饭的时候来查一下，等一下这一座山叫什么名字，海拔多少啊，就完全被那只狗给分掉注意力。我在台湾、中国、日本虐狗无数，我有试过会叫的、会追的，还没有试过真的咬上来的。不知道如果我后面没有包包挡着的话，它会不会就直接往我的小腿咬下去？这个包包防水皮厚的，它可以直接咬穿一个洞，这就代表我的裤子也会被咬穿啊！这样我还不知道要不要去医院看医生，打个狂犬病疫苗。我应该不敢赌这个风险，直接把车停在这，然后直接送医院去打疫苗了。这边还不算完全脱离狂犬病的疫区，如果真的发作了，大概2天3天不到人就走了。不管有没有，只要被咬到这一下，后面的行程都毁了。好险我的小黄包包挡住了这一次灾害。包包也陪我征战多年啦，环台湾、环日本、环4国、环北海道，到现在的中国 G318。刚刚在路上遇到的重装老哥说可以去买一瓶快乐水，
现在就来找找看。本来想说可乐放在外面没有冰太可惜了，冰个毛啊！这个我觉得比冰箱还冰。在海拔4100公尺的邦达，只要没有阳光照到的地方，全部都在冰点以下。甚至我觉得这个雪糕都不用冰，也不会融化。刚刚看到深野露露卡的变身动画，就忍不住想要来一杯雪糕。等一下我们要爬的是叶拉山，海拔大约4600，从这边起算，爬升大约400-500左右。跟昨天的东达山相比，这一座山也比较简单了。下午1点半，我们还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可以爬上去，也可以完整拍到下坡的怒江72拐。那就来看一下这次的快乐水在海拔4600公尺的地方，可不可以让我的运动表现增强，不会像昨天的东达山一样，连滚带爬。那就出发了 ，Go Go！以总爬升量跟坡度来看，叶大山绝对不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关。但我事前有查，邦达这边很容易吹很大的逆风。现在时间下午1点半，还没有到逆风最强的时间点，所以爬起来就感觉还好。只要不讲话，专心爬坡，脚都不太会酸的。一讲话，气就乱了，就安静爬坡啦。虽然现在状态很好。甚至我觉得可以不下车一路爬到山顶，但又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受不了了。看到我厕所，管它脏不脏的，先拉一波。那个谢谢，给你拿几张那个册子。没有。好，谢谢。今天从田左镇出发，我不要，谢谢。哇，你一个人？对。你要去拉萨？拉萨，成都出发。你骑自行车那是你是吧？走，骑自行车。对，谢谢大哥。老天爷安排我在这边，突然觉得肚子有变异，肯定是有用意的。我们从这个观景台往下看刚刚的邦达镇，哇，原来整个大峡谷、大草原是长这个样子。帮大家开箱介绍一下，在 G318上西藏县内的公共厕所。我相信这并不代表中国所有公共厕所的常态，只是带大家开箱一下。只想带大家开箱一下，在西藏某些地方厕所的情况是长怎么样。温馨提醒，如果有在吃饭或者说不想看到这个片段的话，请快转1分钟之后。其实今天是有一些风的，所以闻起来没有这么多味道。那你会说，为什么上面会有这么多卫生纸呢？他们都那么准吗？不是，从这个下面的洞会有风吹上来，所以我刚拉屎的时候，擦完屁股嘛，想要把卫生纸丢下去，干，它竟然还反过来去砸到我的手。好险是干净的那一面砸到，所以你要抓一个 timing， 等到没有风的时候再把卫生纸丢下去。没有洗手台，所以我刚刚看到没有洗手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事先做好准备，先把我水瓶的盖子拧开。在海拔高、西藏寒冷的地方，凡事都要想到下一步。刚刚讲的卫生纸会往回吹的话题比较趣味，但是洗热水澡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你在旅馆洗热水澡，第一个你要确认的是它热水可以维持多久的时间，第二就是这间旅馆有没有附浴巾，第三你的衣服不要摆在外面，你一定要摆在你洗完澡立刻可以拿起来穿上的地方。在川藏线我住过了，现在也到第10天，有完美很好的热水只有1-2间，其他大部分就是要么忽冷忽热，要么就是热水要等很久，要么就是热水开下来3分钟不到就没了，要么就是什么热水没了，然后赶快去找浴巾，想要把身体擦开，发现没有浴巾，你的衣服又放在外面，包包还没有拿出来，你又要走出去打开盖子，拆开塑胶袋，把衣服穿上来，那个时间你就冷死了。尤其是洗澡这一件事情，热水要开多久，加热好了没，等到一切都确定好之后，用最快的速度洗完。如果真的热水源源不断，你再舒舒服服的冲个澡再说。结果刚班车还要别人帮忙，搬得要死，前面就有斜坡了。接下来爬升剩下336，一口气完成吧，1个小时左右。
难得爬坡爬得这么快乐。但我发现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当你爬坡爬得很快乐的时候，你往往看的就是前方的坡度，还有码表的资讯，就不会去往左、往右，停下来休息，回头看。其实现在真正漂亮的风景在左手边，哇，群山环绕，全部都是高山草原，光秃秃的一片景色。没事，等一下下坡的怒江72拐就是长这样。我们再好好的飞空拍机，下坡慢慢的拍。加油！加油！哪里骑过来的？没有，我们刚下车，坐巴士，还有好远。就今天盖到哪里啊？看看能不能到巴士。出发了多少天啊？今天成都出发，今天我借不管了。10天。你几号走的？4月2号。对。我操，你一天得骑多少公里啊？第二天盖144啊。你也是个狠人，我操！第二天102，哦，你这一天盖到167了。坑里头直接盖到8条，看见没有？人家我也是一样啊，重装的坑里头盖到8条了。成功在大完号之后完成了一个史无前例、死后一枪的节奏，一口气直接爬上这个叶拉山。观景台这边看起来是还在整修当中，所以有一些海拔标示牌啊、高度的都不见了。我认为今天能够爬得顺利，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当然就是我刚在中午喝的高原快乐水。第二个就是叶拉山这边以强风闻名，我刚在骑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逆风，很想停留下来休息，但是就想要完成这个史无前例的节奏，硬是待在车上继续归着。其实今天的逆风不算大，还算是可以踩的。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愉快下坡溜怒江72拐，边欣赏沿途的风景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先飞一次空拍机。又见面了，刚刚的脚踏车车友，哇，不是天路18，哇，怒江72拐，肯定要飞了，怪不得这么多人会在这边停车，跟台湾的合欢山5岭一样啊。走完318你去哪里？我就回台湾了。回台湾了？对，请假来的。偶遇台湾同胞，骑行318。哦，加油！加油！哪位是台湾同胞？骑了多长时间10天，10天人家就盖在这里了。10天从成都？10天。10天从成都干这儿。虽然看起来有很多个弯很危险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尺度都还蛮大的，你可以视为很多条长直线连接在一起。对于骑习惯台湾山路下坡的人，应该会觉得这样的路又大又宽敞吧？怒江72拐实际上可能超过了上百个弯道，刚飞的空拍只是冰山一角，转过一座山又是另外一组弯道所组成的平台。40公里的长下坡，垂直落差高达1800公尺。从单车的视角来看，因为视野开阔，老早就知道前方有法交弯，所以完全不会危险。真正难的是路况，因为隧道工程的缘故，沿途十分的颠簸，对控车技术、货架行李的稳固程度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。有人说，走过怒江72拐，人生皆是坦途。随着预计明年通车的隧道工程，怒江72拐也即将像绝巴山一样，不再是必经之路，天险也将化为通途。想体验高山绝壁的旅行者，就要趁现在了。
呢，我们下坡出了怒江72拐。其实刚刚在上面用空拍机飞，大家看到的只是其中2个 stage 而已。大家在高德地图或者在 Google Maps 上面会看得更清楚，它其实有好多个平台所组成。实际骑起来用微观的角度看，最大的问题果然是路况。前面从最上方用空拍机往下看的时候不明显，到了海拔比较低的几个 stage 的时候，哦，那个路况差到真的是从海拔4700一路下降到现在海拔2900，感觉过了好久，一直在下坡，一直在转弯。PS 目前还没有下完，我们还要从2900下到2500。之后如果要抵达巴速的话，今天还有40公里，而且途中还有爬坡500。现在时间大约5点半，感觉好像也只能骑嘞。选择性、多样性来讲的话，巴速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，只是这40公里距离就有点长，试试看咯。哇，怎么还没走出怒江大峡谷啊？峡谷里面全是粉尘，吃好吃满，这个缺口总该出去了吧？我就是不想待在这个山谷里面啊！第一眼是壮观，第二眼就变成粉尘。大车还好，现在海拔下降到了2950，爬坡什么的都还有气，还爬得动，还骑得动，就想赶快脱离这个环境。怎么还没绕出去呀？歇会儿吗？对啊，你们刚休息完，今天要干的巴数吗？好像也只能干了30公里。啊，你们呢？我们也要。你多大呀？00后吗32岁。所以截的路真的好火呀。对。那你明天可以和我们一起骑，把你的这几个包，然后让他们驮走，我们就光空车行动。还有这服务啊，对，我都不知道。就减轻一下负担。我们也有包在这后面嘛，带不动了。真棒，谢谢。后期你如果取掉头包的话，我们可以轻装一路盖到拉萨。没办法，博主要带的东西很多，修车的、充电的，反正那些简单的可以拿上。你们那边是不是买这个运动相机什么的都便宜一点？13000折合人民币多少钱？2、3千吧。2000多应该。对。那你自行车是怎么过来的？托运吗？对，跟飞机一起。哎呀，那也不便宜哦。不加钱的。过来机票差不多多少钱？2、3千人民币，这么便宜吗？有挑比较便宜的时段。哦。对，贵的时段大概2倍。骑到西藏直接从西藏坐飞机吗？那还不敢买。还不敢买？对，还不知道。对，不确定。你们怎么会想来骑车？哦，这个骑车应该是很多男孩子喜欢干的事吧？现在也没有准备好，但是嘛，先踏出去这一步。先出去再说嘛，人不可能准备好了再出发嘛，是吧？从明天开始你跟着我们骑，然后嘛，每天有住宿的地方，每天可以帮你拖行李，然后嘛你就轻装上阵，愉快的度过这
是接下来后来的10多天。当博主有博主的压力啊，行李拿走，观众看不起我啊。我超车，你看着对向来车，你还超车，你还骂我？他妈的！你好好说话。你啥意思啊？你啥意思啊？别，你好好说话啊！车子来了，你不让着我们，你超车，哎呀，还有理了？喊你不？走。啊，你在骂？我跟你，这两个都是军人，我跟你把你，把你揍死，打药呀！冷静，安全的，你还有来，害怕你？冷静，不，没事。冷静，没事，哥，你走，太用力了，哥，你走。啊，妈的，他嘴巴不干净，你开车你他骂人，这个傻逼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我看也没怎么样啊。对呀，谢谢。加油！如果有些东西你想不明白，那你就来骑川藏线318，会想明白很多东西。哦，来不及切档。再来不及。加油！加油！刚刚汽车与单车的争吵，我完全能够理解当事人的愤怒。我们已经靠右了，也没有并排骑车，后面的汽车因为对向有车超不过去，直接牵路拦住前方的车友骂。当下我没有开录影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感觉就正常骑车，就也没干嘛。后来才知道前面的骑友被骂脏话，那时候我也忍不住想要准备上前理论，只是被拦下来了。如果我是当事人，真的会一肚子火。双向单线道超车本来就要看时机，就算是黄色虚线对向有车盲弯的时候，就是不能超，还敢拦车骂人啊！来到中国大陆，我觉得民间友好，食物好吃，没有什么让我觉得不好的地方。但在川藏线上，这些开车习惯我真的绷不住，尤其是逆向超车，探个头发现我是单车之后，就直接硬切出来。讲白了就是看我没有，就是拿我的命去换你几秒钟的方便，所以我才会认为体力耐力都是其次，胆量跟控车技巧才是川藏线的硬条件。不管在哪里，单车骑行最危险的都不是大自然，是往来的交通车辆。没拿到，意思是？哎，然后我是看到一个人登山，我那水都挨点就端到了那个。不是，我们的包被那个司机拉走了。哎，一直给他。没事，只要我接下来了就行。里面放什么东西？啊，没什么东西，就是还有换洗的衣服什么的。没事，只要接下来就行。叫上我让他进，他那个人嘛，就说话叫的很。气人呢。哎呦！我说你现在到哪里了？我现在在路上。他说。把车先提好的。我的要靠墙。没有撑的是吧？撑不住。我们3个住在一块行不行？行啊，有3人间。好的。可以，我们征求一下你的同意啊。好的，可以，谢谢。你只要不介意就可以。不会。然后你吃饭的话有没有什么不吃的东西啊？我不吃辣而已。不吃辣？对，我一个鱼香肉丝盖饭，饭一半就好。饭是不够再加。米饭就少一点。那我一开始就少一点。对。我给你拿杯子啊。遇见咱们就是缘分啊！我今天没打算骑车的，我们其实，我们嘛本来是坐车坐到这个地方的，因为膝盖受伤了，是今天没有骑，结果办到我，因为那里有几个著名的那个打卡的景点，我们就想着打卡，结果我今天过来3点多，我们干到现在干了80公里。你看我们手电筒啥也没带，补给啥的都没有，就在包里面拉跑了。最后这一段没想着搭车。没呢，那不可能搭车。这一天呢，怎么能搭车呢？好的，弄死不搭车，干！厉害啊，兄弟，牛逼！一样的牛逼啊！干杯！我操，你这个月不得骑了已经差不多1000公里了吗？1000多了吧？应该有超过了，爬山比较恐怖。对，你这还是猛，一点都不累。累啊！明天爬升也多，爬升1000，缓爬坡。对，1500，这么多，1550。长上坡加立峰，有然乌湖。明天要骑里堆89公里，要骑12个小时。
3300爬到4500，但是沿途还有上上下下，差不多1500，差不多。你明天的目的地是哪里？可能然乌吧。然乌。对啊，再骑下去也没东西了吧？对，没地方住了就。对啊。没有辣椒的。好的。他这个航班也开的挺好的。还好有说饭量减半，你这吃得下？吃不完。还好我有说饭量减半，学乖了。非常非常好的路线，在新疆独库公路。有啊，很多人都推荐我这一条。对，你在6、7月份去，那个风景嘛会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到然乌这节路烂不烂呀？烂不烂都是密封。给大家表演一下。他不相信我用这个筷子呢打开这个啤酒。给大家表演一下一次性筷子开。让你看一下什么叫哎，看它断不断啊？开了没开？筷子断了没断？那你以后还会来看吗？明年会。明年？对，明年会。这条路线你已经做完善了。可能完善了。来给大家看一个人40块钱的3人房，蛮特别的体验，就在山上的一颗苹果，结果没想到可以一起骑到巴蜀，看一下外面这个光鲜亮丽、繁华的巴蜀。等一下去小卖部买个冰淇淋，配个饮料。舒服。其实我刚在大峡谷吸那个粉尘，其实心情就已经很不好了。又想到要骑到巴蜀，可能还要再爬升个300-400公尺，自己一个人骑车嘛，满脑子都是数据。虽然现在海拔低了，运动状态回来了，完全可以骑。如果没有遇到刚刚那2位车友的话，我觉得我速度会骑快一点，然后可能会抵达巴蜀，在日落前飞个空拍机。但我相信这样的模式在前面几集康定啊，都是用这样的方式。影片还是要来点新鲜感，刚刚就跟那2位伙伴一起骑。成功在9点多的时候抵达巴蜀。其实那2位车友的实力都还不错，大概就是我骑车加飞空拍机的时间。如果以一个整天下来看的话，他们的速度应该会跟我差不多。明天我们3个人的目的地都是然乌湖，其实爬升还蛮硬的哦。等下洗完澡买完东西，时间已经10点了，网志还没打，短影片也还没剪。出来旅行真的很忙，但是有这么宝贵的一个经验也很难得。睡觉了，明天早上又是开干。告别了东大山的惨创，这一次的叶拉山爬的还算蛮顺利的，结果没想到在怒江72拐下坡之后，难关还没有完，还有一个怒江大峡谷，里面大车超多，坡度还有上上下下，路面又烂，骑得真的非常痛苦。如果我自己一个人骑的话，一定也是走走停停，然后抱怨东抱怨西，整部影片就会变得跟以前比较一样，比较干。又遇到了这几位车友，所以顺利的在晚上搭上了他们的破风列车。晚上是逆风哦，抵达了我们今天最热闹的县城巴蜀。巴蜀真的什么都有，温泉旅馆、卖吃的，整片灯火通明。可惜今天的里程太长，整整骑了156公里，没有时间好好逛啦。那我们今天 G318 川藏线第11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我是雷哥，明天前往著名的景点然乌湖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